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，每一个人的意念都可以创造实相。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个意念的发射台。那你的念头来来去去都是不断的在对老天啊，对宇宙去发射你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意念。如果有练习的人，或是有在修行的人，他其实如果有悟到这个道理，大概都可以明白，你现在生活周遭的所有实相，都是靠你的意念，然后变成能量，然后导致有今天的你。我先分享我的练习经过好了。在以前我还没有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其实我在练习的时候会不断的进步，对不对？那之前有跟大家聊到说，我可以看到一些画面，其实现在的画面是比较清晰的。过往在练习的时候，我初期在练习看到的画面，其实不是像现在这么清楚。那因为我在练习嘛，我的意念很强烈，就是我不断的希望我自己在这个区块能够进步，没有为什么，就只是自己想要进步。所以呢，从冥想的时候呢，我可以从没有画面，然后进步到有画面。那时候就是很开心嘛。可是那时候的画面不像现在是非常清楚，就像一张画。而是像我们以前小时候，如果大家可能跟我同年代的话，以前的电视不是24小时，而是这个频道播完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黑白相间颗粒，整个是杂讯的那个画面，了解吗？如果大家了解我在说什么的话，就是黑白完全一颗一颗一颗，然后完全占满那个电视荧幕的画面。我刚开始练习看到的画面是类似那样子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我在跟老天问问题的时候，如果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大树好了，如果是一棵大树，然后大概整个画面那个黑白相间颗粒的那个画面，就会隐约呈现出一个大树的样子，但它还是黑白的状况，只是说有隐约会有一个树的那个状况，让我去了解说，哦，原来我现在问的问题是答案是应对的是大树。然后呢，可能或者说，我可能想问说，我这一件事情，我向右转比较好，还是向左转比较好？然后可能隐约他会用那个黑白相间颗粒的画面呢，然后告诉你可能向右。那可能它会呈现出向右的模样，那你就会知道哦，我问的问题是向右转比较好。刚开始初期我看到的画面是这样，然后呢，因为我的意念很强烈，我一直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进步，所以我的发射台一直不断的向老天跟宇宙去跟他说，我希望在这边可以得到进步。然后原来画面是颗粒，其实刚开始以为画面就是颗粒状的，可是慢慢练习才知道哦，画面会越来越清楚，甚至可能是黑白的，整个就是像我们看黑白相片那样子的状况，一直到现在进步了，进步到可能有人问我问题，比如说我可能出现4格那个漫画，4格漫画可能会有4张图片，然后是不同的图片，但是它可以贯穿一件事情，有点就像我们现在看的4格漫画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如果这个是问我的人，然后我开始去冥想，然后看到的画面，然后我就会跟问我的那个人，我看到这4张画面。从这4张画面里面，1、2、3、4是有顺序的。然后呢，我说出来之后，当事者可能会恍然大悟说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”
然后呢，大概再跟当事者聊一下，我才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整件事情是怎样。也只有当事者是最清楚这4个画面，老天要跟他讲的讯息是什么。再说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，可能有朋友知道我可能体质比较不一样，那他可能就希望说，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？那我就开始去想他，然后静下心来去做冥想，然后画面出现的是一个箱子，箱子有一个洞，然后呢，一个女孩子，像洋娃娃的女孩子，然后在那个箱子里面，然后从那个洞啊，然后向外看世界。然后呢，说完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把他自己关起来，我就有点像看图说故事那样子，就是我去看了这个我看到的画面，然后再感觉一下那个画面要跟我讲的讯息，然后我再跟那个当事者，就是问我事情的那个人，跟他说，你是不是把你自己关起来？但是我不晓得什么事情让你自己把你自己关起来了。然后你只是从那个洞去看外面的世界，你看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美好，可是你不愿意踏出那个箱子。然后可是我说完他就痛哭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才慢慢道出，就是说出到底是什么事件。然后也就是说，这是另外一种呈现画面的模样，就是就是当事者的那个人他自己的意念，然后创造出的实相映照在我的画面里面。可是现在要讲的是，我们现在生活到你现在生活的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子、你的工作，都是你每一天发射台向老天或是宇宙发射讯号，然后回应回来的模样。那如果在没有练习的状况，他不晓得其实自己是本身可以有这样的功能，他就必须可能依靠着像我这样子可能有看得到画面的人来给他回应。也就是说，你不但用你这意念在创造你生活的实相，那你可能在没有练习的时候，其实你自己是带有画面，像我们这种人就可以看得到他身上到底带着什么样的画面，了解吗？所以你的每一个意念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或者说，有一个朋友他可能跟我说，他自从知道我有这个讯息，他可能有一天私下约我说，可不可以聊一聊？然后我说 OK 啊，我可以尽量用我这样方式来，我这样子，如果我有这样子比你多一点功能，然后我可以用这个功能来帮助你的话，我很乐意。于是呢，我们私下在聊天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是很乐观的人，然后他是一个很正面的人，可是他希望我在帮他看的时候，我看到的画面却不是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我的画面很怪，就是可能一个画面就是你的画面被切一半，然后那个半可能都是另外一半可能都是灰灰黑黑雾雾的一团，像拥挤的一团黑雾或是灰雾。然后呢，那个口啊，那个画面被切了一条线，然后从底下有一个小方口，有点像那个老鼠的家的那个门口，然后不断那边去冒出灰灰黑黑的烟。然后那个灰灰黑黑的烟，我知道是不好的念头，不好的负面情绪。然后它就是另外一个画面是比较阳光的，可是它那个要出来，就是那个画面，它灰黑的雾要出来，只靠着一个像小老鼠的家的门口这么大，然后慢慢出来。我就跟他说，其实你嘴巴跟我说你很乐观，你很阳光，其实你内心不是这样，你有很大一部分你是没有窗口的。我看到的画面是这样，然后他顿悟了，他就觉得说，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。我跟他说，因为你内心有太多太多的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，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堆，然后他当下就觉得，对，他只是嘴巴上
想要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很乐观、很正面的人，但其实他内心是非常沉重的。于是他才又开始说出他内心那一份很沉重、很沉重的灰灰黑黑的雾。我跟他说，你讲完之后，你内心会好一点。然后我再去看他，确实他就慢慢那个小小的门就有比较大一点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实相，不管是在你生活上的实相，或是你给别人看到的实相，像我们看到的画面，可能就不是那样的话。那画面出现在哪里？可能就是在我前方大概20公分的上方，不一定要闭眼睛，开着眼睛也看得到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要跟各位说，你们身上都有发射台，你的意念都在创造你自己的实相。那除了你生活的一部分都是实相之外，你给像我们这种人看到的实相又是另外一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都看得到，老天一定看得到啊，了解吗？所以不要只是嘴巴说，但是你身体非常真实的呈现在老天面前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去调整一下你的想法，去调整一下你的发射台，发射出去的讯号，你会活得不一样，了解吗？如果有需要帮忙的朋友，如果我可以帮忙你的话，我很乐意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每一个意念都在创造实相。I love you， 拜拜。